大家好，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在咱们前面的视频当中提到过，温控器的功能不仅会极大的影响暖通空调设备的效率，它还会影响室内的舒适度。如果您想通过温控器改善房屋状况，或者您正在考虑更换新的温控器，那么一定要看完今天的视频，我们会帮您挑选最合适的那一款。现代的温控器有3种基本的类型：不可编程、可编程和智能恒温器3大类。越先进的温控器价格越昂贵，但是我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您深入的了解了它们，就会发现物有所值的意义。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不可编程的温控器。这个类型的温控器呢，设置基本上都是手动的，所需要的任何温度的设置都必须在温控器上进行调整，并且可以保持不变，直到用户进行下一次的更改为止。比如我们现在设定了室内22摄氏度，那么除非我们手动调高或者是调低，否则在制热的模式下，一天24小时暖气炉会一直以22度为目标进行工作。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可编程温控器。这一类的温控器也是需要手动设置的。那相比较于不可编程的温控器来说，它不仅可以设置所需的温度，还可以在白天和晚上的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设置。比如说，如果您仅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出门在外，那么就可以对温控器进行预编程，以便那2天的房屋的温度保持在中等水平即可。这样一来暖气炉就不必那么费劲的不停的为房屋供暖，这样既可以减少设备的磨损，也可以减少电费和维修成本。可编程恒温器呢，特别适合于那种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人群，例如定期上下班的上班族。但是虽然说最初的设计理念是非常好，可是呢，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数人对编程温控器的使用感到沮丧困难，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呢，是完全不可能的。据统计，只有30%的可编程温控器能够被用来进行时间表的设置，而且呢，因为使用不当造成暖气炉运作故障的也比比皆是。所以2009年美国的能源之星停止了对可编程温控器的认证。那么之后 Wi-Fi 温控器的出现，由于它可以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灵活的更改温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可编程温控器操作困难的问题。但是呢，它并不是智能的。对于那些需要远程控制房屋温度设置，又不想花费太多的朋友，那么 Wi-Fi 的温控器也是特别理想的选择。但是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提供高效而且呢最佳的室内舒适度的温控器，那么就跟我一起走进智能恒温器的世界吧。第3大类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叫做智能恒温器。智能恒温器英文是 Smart Thermostat。那么它是具有 Wi-Fi 无线传输功能，可以通过记录用户的室内温度数据，通过智能学习您的生活习惯，将室内的温度自动的调整到最舒适状态的温控器。智能恒温器呢，非常适合现代的家庭，就像 Wi-Fi 温控器一样，你也可以使用相应的 APP， 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随时随地改变设置。智能恒温器可以根据事先设定的维护保养的频率进行定期的提醒，比如说可以提醒您定期更换过滤网，也可以在暖气和空调出现异常时发出警报和提醒。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迅速的了解暖气炉运作的情况，避免出现长期没人、暖气炉坏掉、
而发生冰冻的现象。它呀，不仅可以让居家的空间变得更加舒适、更低碳、更智能，电费和燃气费也更少，还可以兼顾了节能省碳和四季如春的居家生活。在智能家居发达的今天啊，智能恒温器还可以轻松地与各种家庭的自动化工具和设备集成在一起，并且大多数都具有语音控制功能，与谷歌和亚马逊的语音系统兼容。智能恒温器啊，确实在价格上要比其他类型的更高一些，但是呢，您能够节省的供暖和制冷的费用，基本上可以轻松的在1到2年之内收回投资。而且呢，智能温控器几乎都是通过暖气炉供电，它不再依赖于电池的电力，所以呢，也不用再担心温控器没电的尴尬。目前呀，市面上的智能恒温器的类型也有很多，但是最畅销的无外乎是 Nest 和 ecobee， 它们在成本、能效、外观、连接性、语音帮助等等方面都表现出色。产品呢也是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但是呢又各具特色。所以今天啊，我们主要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各自的王牌产品。首先我们来看 Nest 的王牌产品呢叫做 Nest Learning Thermostat 学习恒温器，它是2011年美国 Nest 实验室推出的一款产品，到现在呢已经发展到第4代。它可以通过记录用户的室内温度数据，智能识别用户的习惯，将室温调整到最舒适的状态。这个小东西啊，能够在智能家居行业家喻户晓，不仅是因为它完美的圆形外观设计，还因为啊，它是 iPod 之父 Matt Rogers 发明的。然后呢，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Nest 被谷歌以32亿美元收至麾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Nest 温控器在全球已经销售了超过300万个。Nest 它最经典的特点就是 AI 模拟人工智能学习能力。常规的温控器呢是通过预设温度来调节设备的开关，而 Nest 呢则是通过模拟人工智能的方式完成操作。在最初的1-2个周内啊，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来监控您的恒温器的使用情况，自动的记录和学习您需要的温度和自动离开模式。初始学习期结束之后呢， Nest 将通过判断房间是否有人、主人对温度设置的喜好、外界的环境温度以及人们在白天、黑夜对于室温的不同需求来调节温度，会在最适合您的时间开始自动的提高或降低温度。它可以感应到家里没人，那么就会自动关闭暖通空调，进入离开模块，节省能源。如果您会在特定的时间回家， Nest 呀也会通过提前调节温度来为您的家做好准备，以便您舒适的回家。除此之外呢， Nest 还有下面的几个特色功能：一、远距离感应器。当 Nest 感应到您经过房间时，会自动亮起屏幕显示温度。二、Nest 绿叶。当恒温器的温度是节能温度时， Nest 的叶片就会出现，告诉您是在适当的设置温度区间。三、安全温度报警。如果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时候，您的手机呢就会收到警报，这样呢，您就能在确保水管不被冻结，或者是独自在家的宠物不被热到。第四呢，就是自动调温。如果 Nest 温控器因为阳光直射而升温，它会自动的调节，设置适当的温度。第五，发送每月的能源报告。Nest 每个月会给用户发一份家庭能源使用报告，您不仅可以看到这1个月的能源使用，还有跟上个月的比较以及节能的情况等等。Nest 书写了智能温控器的传奇，打开了欧美智能家居的大门。从2014年谷歌天价收购 Nest 之后呢，一直到今天，一直是坐在智能温控器市场的头把交椅上。ecobee呢，
可以说是后起之秀，现在已经成为 Nest 最大的竞争对手，目前排名在温控器市场上销量第2的位置。一家仅有300多人的加拿大多伦多的创新小公司是如何来对抗巨头谷歌的市场排挤呢？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 ecobee 它的特色所在。一、外观和触摸屏设置。相比于 Nest 来讲， ecobee 4的外观设计在圆润的基础上更加方正一些，比 Nest 要略大，所以更加有利于触摸屏显示的控制。对于习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家用电器上使用触摸屏的用户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延伸。2、温度和运动目标无线检测传感器。每一个 ecobee 4呢都会配有一个传感器，有白色和黑色外壳可供选择，也可以单独购买更多。这就使得 ecobee 可以通过远程传感器来检测房内其他地区的温度，而不仅仅只是恒温器的温度。什么意思呢？因为咱们北美的独立屋很多都是分层式结构，客厅高顶设计，视觉上感受高大上，又利于采光，很受华人家庭的喜欢。不过呢，这种结构有一个温度控制上的问题，就是2楼和地下室很难达到同样温度的舒适体验。通常来讲呢，是2楼冬冷夏热，地下室呢是冬季阴冷。那么 ecobee 的设计思路就是，除了主温控以外，还可以在不同的房间附带多个温度传感器，自动的检测不同房间是否有人占用，并调整室温，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温度调节。通过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它确实可以解决上面提到的不同楼层温差大的难题，尤其是2楼冬冷夏热的情况，还能够避免为空房间加热造成的能源浪费。3、随附一个电源扩展套件。因为 ecobee 4恒温器它需要 C 线才能够工作，所以呢，如果您的设备原来是没有 C 线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个电源扩展套件添加 C 线，而不需要重新布线。4、智能设备的兼容性。ecobee 4的智能恒温器可以和许多的智能家居合作伙伴兼容，例如说 Amazon 的 Alexa、Apple HomeKit、三星的 SmartThings 和 IFTTT。而且呢 ecobee 4不仅可以简单的与 Amazon Echo、Echo Dot 或者是 Tap 扬声器集成，还可以作为 Alexa 扬声器使用，就像使用独立音箱一样。您可以要求 Alexa 讲个笑话，打开风扇，或者是调节室温。另外呢 Alexa 的语音服务是内置的，无需第三方的软件介入。内置的麦克风和原厂识别，确保 Alexa 可以在远处就能听见用户的语音命令，非常方便。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相信您看完这个视频，一定会对如何选择适合您的温控器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呢也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详细的讲解各种温控器的使用和故障的判断，以及安装视频。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赶紧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吧，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精彩的分享。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点赞、评论、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有小惊喜哟。